写东西的时候，那个笔不小心就放在头上插在那儿了，因为我头发很长，我会插在上面，然后我在找我的笔在哪儿。我们很可能要说，你的小鸟要飞了吧？你真的想尝尝我吗？这尴尬的事情啊。大家好，我是文大家好，我是丽蓉。丽蓉，你知道吗？自从我们一起拍视频以来呢，有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然嗯后呢，还有很多很多人给我们留言。嗯，今天我们读一下他们说的内容。那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呢，有的人留的是中文，然后呢，还有的人留的是英文或者是韩文。那因为我们的是中文播客，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不管大家给我们的留言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日文还是韩文，我们嗯哼，都把它翻译成中文。对，我们用中文的形式给大家读出来。嗯，好，那我读第一个，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所以呢，我要靠得近一点。好，那第一个观众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中文听力练习视频之一，谢谢。对话感觉非常真实，并且使用了基础 HSK 级别中非常通俗易懂的词汇，能够听懂母语者用自然语速交谈，而且不被过于难懂的单词所阻碍，这种感觉太棒了。这是很高的评价，我觉得。是的，嗯他给我们写了很多，然后嗯，还有第二段。啊，还有第二段，这是一个人是对，吧？然后这个第二段你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呢？哦，他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们竟然能坚持1个小时，几乎只使用 B1级别的词汇进行交流。我没有感到任何紧张，反而是一种从容的自信。你们是很棒的表演者，你们之间的默契非常自然，真实的呈现了出来。感谢分享。感谢这位观众给我们的留言，我嗯。觉得这个留言给了我们很多动力。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跟丽蓉，我们有很多很多年教汉语的经验，对，所以呢，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有一本词典，我们知道大概 HSK1有哪些词汇，然后呢，HSK2有哪些词汇，然后呢，如果我们想拍一期比较简单的播客，就是让大家都能听懂的播客，那我们就会尽量使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词汇。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内容比较难，拍一些比较高级别的播客呢，那我们可能就会用到一些比较高级别的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能轻松掌握这个等级的这些词汇的，第二个，好，我来读吧。好。他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播客内容，对话听起来很真实，不像是在读课本。这对提高我的听力非常有帮助。他说期待我们的下一个视频，谢谢。嗯，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观众的留言，嗯他说：“我更喜欢你们自然的聊天，而不嗯。是你们看你们写好的脚本。”我们一般都是上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话题，可能这个话题可能我们会怕乱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话题，但是我们说的话，我们从来没有什么脚本。比如说丽蓉会问我几个问题，然后我问丽蓉几个问题。嗯，像问题的话，我们会写下来，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演员，拍对，视频的时候紧张的时候，我们会忘了，哎，我想问你什么问题来嗯着？所嗯，以为了让这个拍视频更有效率，我们我们会才写下来，把我们的问题写下来。对。但是回答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脚本。对，如果你再让我们录第二遍，肯定是内容其实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就是现场发挥，然后说出来的。是的，所以其实都是我们自然的表达，对，可能只是在用词上面我们会精选一下，我嗯。们会选一些比如说生活中常用的词，不是那么难理解的词。这个是纯粹的是靠我们俩就是现场发挥的那个经验嘛，还有我们的默契。对，还有我们的默契，确实。那我来看一下第三个。我从2021年开始学习中文，能听懂80%的内容。我订阅了很多中文油管频道，音质十分。他说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音质十分。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专业的麦克风，嗯，然后呢，对话的趣味性十分。嗯，
我们有趣。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有趣吗？我觉得还行啊。你知道大碗在剪视频的时候，他会看很多很多遍，然后啊，呢，一个是为了检查，啊，还有一个呢，是他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儿是对，吧？嗯。是。然后呢，你们不会同时抢话十分，这个吧，其实偶尔其实我们也会抢话的。但是呢，比如说如果是我在说的时候呢，可能，丽蓉抢了呢，她会马上的停下来，嗯。那丽蓉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抢了呢，我会停下来，我嗯。们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对对对，我们有其实全靠默契哈。嗯。是在选择词汇和调整谈话内容的级别方面非常专业，这个非常不容易。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有一些不同水平和不同级别的词，我们会根据我们今天谈话内容的难易程度去调整我们要说什么。对对对，是的。好，然后这个他也给出我们10分。对。嗯。好，请保持好你们这种全新的颠覆性的模式，嗯。这是真正的可理解性输入，10分。嗯。我在寻找合适的内容方面很有经验，在4年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它，10分。你们2位付出了很多努力，你们的频道很快就会达到顶级的订阅量，嗯。因为这是你们应得的。这完全是不同的方法，我可以反复观看视频来模仿你们的声调。10分制的话，我只能给你们打11分。哇，这么高的评价，哇塞，太开心了。嗯。其实，我很开心他看到我们的努力，对对对对对，他觉得我们在努力的做到最好。对，嗯。是他不只是觉得我们好，而且呢，他看到了我们哪儿做得好。就比如说，我们有尽量的避免我们说话的时候抢话，对对对。然后呢，他说他会反复的观看我们的视频来模仿我们的声调，这个其实也是我做有的视频的目的。比如说有的视频我有慢速和快速，嗯。那慢速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是想练习你的口语和声调，大家可以去模仿我的发音。第4个，丽蓉读一下。太巧了，我刚看了你们的另一个视频，还在纳闷儿为什么因为要这样发音。结果在视频里你们就解释了。嗯。我们拍的第1期视啊，频，对，在新疆的那个视频，因为我习惯说因为。嗯。其实我觉得95%的中国人都说因为，嗯。对，他们说啊，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对，嗯。但是其实它的正确的发音是因为。对对对。好，那第五个是在我们的尴尬的视频下面的留言，嗯嗯。在他的留言的下面呢，还有人评论了他。那我先读一下他的留言，嗯。我只能听懂大概1%，但是呢，我真的很享受这段对话，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形式，这样的视频并不多。别人怎么回复他的呢？我想知道。这个观众非常哇，的非认真，常认真，对，很回答认真的，了这么多。很认真的回复了他。那嗯我来读一下第一段吧，因嗯，为好几段我觉得这是啊。是，他说：“我目前正在学习中文，我可以听懂这个视频约80%到90%的内容。嗯。这让它成为了很好的可理解性输入。因为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如果有我不认识的单词，我一般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它的意思，或者快速查一下翻译，这让单词更容易停在脑子里。呃，以前我也说过，我自己学英语的时候有一个误区。嗯这个误区呢，就是我买一本词典，嗯嗯比如说英语4级考试的词典，嗯嗯嗯。然后呢，我从 A 的单词开始学啊，习，对对对然后学到 B，这对样去死记硬背单词。但对是当了汉语老师，我发现，至少对我来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是没有效率对，的。是无用功，其实。其实，最好的记住一个单词的方法，就是你通过一个句子去记住它。对对对对。联系上下文。有的时候呢，虽然你听不懂这个单词的意思，但是呢，你可以根据上下文去自己猜出来它的意思。嗯。这样的话，其实你记得更牢。如果你记住它的意思了，下次你可以用在别的句子里。嗯，嗯。是的。那我来读一下第2段。然而，如果你只能听懂大约1%的内容，这可能对学习不是很有帮助。如果你的目标是适应口音或语言的流利度，你可以听。
但这对实际的理解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我强烈建议听一些为初学者制作的内容，并从那里逐渐提升。嗯，所以他是给刚才的那个观众，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听一些更简单的，是，确实，如果你是为了就是习惯我们汉语说话的一些语音语调呀，你去培养你的语感呀，你可以听。但是如果你想练习你的口语，你可以听一些更简单的内容，或者对看一些更简单的内容。这对，样的话呢，你可以更好的去重复这个视频的内容。然后丽蓉帮我们读一下下一段啊。下一段。我学习中文快5年了，在刚开始的4年里，我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整体效率有太大提升。那是因为我主要听中文音乐和看中文电影，而那些都远超我的水平。我的理解能力根本跟不上那些内容的速度和难度。当然，你可以为了娱乐看那些东西，但我分享这个建议是因为在头4年里，我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只是一个微小的进步。其实以前有一些学生，他们会为了提高中文，一些初学者为了提高中文，他们会让我给他们推荐一些歌，中文歌，然嗯，后中文电影。对对，有很多学生要推荐中文电影。我很少给他们推荐，特别是中文音乐，中国的歌，因为中国的歌，你知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它是没有一个语音语调的。对，没有，我觉得他不看那个语调，他也能唱出来。这个对初学者为他的语音语调打下一个基础没有帮助。还有一个是歌里面的歌词常常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常用到的。或者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逻辑的，是的，他就是为了那个他的那个音很接近他那个音，所以他搭配的那个词，所以呢，我也不是很建议初学者去通过中文歌来学中文。好，然后在最后一年，我开始专注于可理解的视频和听力材料。每当出现我不理解的内容时呢，我就去翻译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注意到我的中文进步非常快。用了这种方法后，我的进步突飞猛进。嗯。嗯。这个也是我们做了不同水平内容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就去听一些非常难懂的词，这个会打击你的自信。对，你就觉得哇，这么难，完全听不懂。是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我常常是通过他已经学过的词去教新的词。嗯就是呢，比如说我让他学习的内容里有70%的词是他已经学过的嗯，70%的内容是他已经学过的，嗯，然后呢，有30%的内容是新的。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好，那下一个视频我来读。他说我会把一个视频重复听几遍，这样可以熟悉单词和发音。这种随性的对话真的很有帮助，太喜欢了。如果你想通过我们的视频练习自己的听力或者是口语呢，一个视频你可以反复的去听。对然后呢，有一些慢速的视频，你也可以去重复我们说的内容。对对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对，这个是非常好的练习的方法。嗯。常常有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分享一些学习的方法。那练习听力和练习口语，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做的这些视频都是有目的性的，不是随便做做或者随便拍拍的。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翻翻我们的视频，就是看看哪个视频适合你的水平，然后你就多跟着学习几遍，或者是多看看，其实还是真的很有帮助的。下一条是，请多拍一些这样的视频，这种自然的对话对于听力和语言学习非常有好处。此嗯，外，视频时长很合理，大约20分钟，不会太长，不会让观众因为观看时间过久而感到疲劳或者厌烦。谢谢。
我们拍的第一个新疆的视频可能有点长，50-60嗯分钟。嗯，但是其实每次视频的长度也是根据我们话题的长度来定的。对。我们也没有刻意的说我们一定要拍1个小时，或者我们一定要拍30分钟，或者是我嗯们拍到20分钟就停了。嗯，但是有的时候内容确实是太长了，我们也没办法给它剪掉，所以可能就有的是稍微长一点，嗯。所以呢，长一点的视频呢，大家就可以分几次听。好，那下一个，这个是在我们的尴尬的视频下面的评论。嗯。哦，有很多。对，他在说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啊。他说我有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有一天我去商店买了一双新鞋子，花了很长时间，试穿了很多鞋子，然后终于找到我喜欢的鞋子。去结账的时候，在收银台，我突然发现口袋里没有我的手机，手机找不到了。嗯。几个店员帮我去找他，我们找了好久，但是没找到，打电话也不行，因为我的手机一直开静音模式。那时候我觉得天呐，我的手机没有几个月就丢了吗？嗯。然后我非常难过，我刚想出门回家，就有一个顾客跟店员说，他在鞋盒里找到一部手机。竟然是我试穿的鞋子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放到了盒子里。大家好像觉得我很笨，又很粗心，太丢脸了。嗯，这个我觉得不用觉得尴尬，或者觉得自己很笨、很粗心，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常常发生。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写东西的时候，那个笔不小心就放在头上，插在那儿了，因为我头发很长，我会插在上面，然后我再找我的笔在哪儿，我会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会带着我的太阳镜、我的墨镜，然后找，哎，我的墨镜哪儿去了？对。嗯。好，那下一个，哦，也是尴尬的事情，因为我们啊。说我们在尴尬的视频里，问大家，如果是有的人他去完厕所拉链没有拉上来，我们会不会提醒嗯他？嗯嗯。然后这位观众这样说：如果那个男人是我的朋友，我会提醒他拉上来。但是呢，如果那个男人是陌生人，我不会提醒他，因为我会觉得很尴尬。其实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嗯，啊。是的，是的。好。那么下一个也是尴尬的事情。我有一次跟亲戚们出门吃饭，我们在一个酒店的走廊里，我走着走着，突然闻到酒店里的臭味儿。他说真的是从酒店里飘过来的。嗯。我跟亲戚们说这什么味道，很像洗地毯的脏水。走在另一边的阿姨说，我刚喷了香水。我回答，哦，我以为是地毯发出来的气味。我的意思是，的确闻到了地毯上的臭味，不是你的香水。但是他以为我觉得他的香水很臭，这非常尴尬。我觉得这个也很尴尬。对，真的很尴尬。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会再跟他解释，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越解释越乱。对，你要不解释可能还好，越解释他就觉得你别解释了，你就是在说我。对，如果我是这个阿姨，就是喷了香水的阿姨，我也会觉得很尴尬。对，我就会想，我的香水真的这么难闻吗？对，然后下次我可能不会用这瓶香水了。对，我也是。好，那下一个，哦，下一个是我尴尬的视频，丽蓉你读吧。说太棒的视频，克劳伊说想到你的鞋被卡住后，你光脚走路的样子，我简直笑个不停。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尴尬的视频里说，我穿了那个高跟鞋，然后那个鞋跟特别细，然后呢，我在外面走路的时候，那个鞋跟卡在那个缝里了，然后呢，我走得太快，我的鞋就留在了原地，然后我就走出去了，光着脚。那如果我们拍出来的这个视频能让大家乐一乐，我也很开心。对对，我都想乐的。好，那下一个也是尴尬的事情，那我读。到目前为止，我做过的最尴尬的事情是我在看医生的时候，因为我嗓子疼，医生用那种小压舌板检查我的喉咙，但它伸得太靠后了，而我的呕吐反应非常严重，所以可能是医生把那个放得太后面了，他可能就要
就要吐了。吐了，医生甚至被吓得退后了一点，因为他以为我要吐在他的身上了。哇塞，哦，那这个也挺尴尬的。但是可能医生，因为他每天会遇到很多患者，嗯嗯遇到很多病人，嗯。他可能已经习惯了吧。对对对，他习惯了这种反应哈。那来下一个，他说：“你好，我最近开始看你们的视频，你们的话题很有意思。我是个日语老师，我学生里有很多中国学生。如果上课时男学生的拉链开了，我不敢提醒，太尴尬了。对，这个也是对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回答，下一个留言是这样的：我很喜欢听你们的视频。哦，他听我们的视频，不是嗯看我们的视频，可嗯嗯嗯，能是作为一种陪伴，或者是对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对做饭的时候。对对对，你们可以聊一聊关于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吗？很嗯期待可以听听你们俩的分享。嗯。”哦，这个我之前看过了，但是因为事情太多，我就忘了。哦，那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对，啊。是的，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的审美标准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的审美标对准，但是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的审美标准。对，哦，然后下一个评论也很有意思。嗯，下一个说，在巴西，如果一个男人的裤子拉链没拉上来，我们很可能要说，你的小鸟要飞了吧？哎呦，这个太呃，逗了。嗯，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在看我们视频的巴西的巴西学生？男，对，你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嗯嗯嗯，嗯，或者是如果你不是巴西人，那如果你在你的国家还有别的表达，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对对对，太有意思了，太好嗯。笑了。那下一个是，在我们的那个闲置的视频下面的留言，他说什么呢？丽蓉？他说很喜欢这个视频，我通常会把没穿过的衣服给我妈妈或我的妹妹。嗯。你给了我一个启发，我打算把我的黑色 T 恤送给我的朋友，因为我根本不穿，而他喜欢黑色，我很开心我们的视频还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对生活上的启发哈。其实丽蓉也常常给我她的衣服。对对对，因嗯。为其实挺好，然后自己其实不穿，然后给好朋友，然后他穿着更好看，嗯。然后其实是另外一种开心。对，是嗯。的，常常是她觉得适合我的衣服。那下一个是在我们的多说下面的留言，你能告诉我这里你们说话的语速与朋友之间的日常交谈相比有多快吗？60%还是80%？你们说话带有地方口音吗？其实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尽量把语速控制在我们平时说话的70%这对样。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太投入了，我们就会说的很快很快，然后这个语速就是我们平时说话的语速。对，有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就变快了，嗯。那丽蓉，你觉得我说话有地方口音吗？没有，我觉得一点儿也没有。那说有的话，可能偶尔我会有一点点那个北京的那个儿化音啊什么的，会嗯。有一点点，嗯。儿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也有，嗯但是儿我觉得不只是北京，嗯，不只是北京，可能天津，然后有的时候东北也对，有。也有儿化音比较多，对，好，那下一个，我很喜欢这一集视频，对我们学习者来说太有用了。丽蓉每次都穿不一样颜色的衣服拍视频，特别有趣。对因为我喜欢各种颜色，就是大部分颜色我都要尝试一下，这样，嗯，丽蓉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衣服，嗯。然后呢，我觉得穿在她身上都非常好看。其实我不一定好看吧，但是我喜欢这种各种颜色，好，那下一个，说你们好，我是一名在英国苦学中文的学生，最近刚通过了 HSK1，我在听简单的对话以及口语表达方面感到很吃力，我不害怕尝试开口说，更多的是如何能够组织出除了我学过的短语之外的句子。你们的视频非常有帮助，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我想知道你们能否分享一些针对初学者的具体的学习和练习的方法，如何在词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组织句子。或许也可以分享一些关于听力练习的建议。感谢你们的分享内容，我发现这确实非常有帮助。
我觉得如果是初学者，最好的练习方式还是去重复。嗯其实跟孩子是一样的，嗯孩子是这样的，他们刚开始学语言的时候是大人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嗯，对，那我觉得初学者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多去找一些书上的词，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正确的表达很重要，嗯嗯嗯不能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如嗯。果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之后，就很难再改了。对对对，是的，嗯。还是首先要跟正确的去学习，是吧？嗯，对，是的。所以呢，模仿正确的句子，然后模仿正确的语音语调很重要。对对对，如果你有课本呢，你就去读课本；如果你的课本有 MP3有音频，嗯你就可以去多听那个音频。嗯如果没有呢，其实在网上也有一些，其实在网上有很多专业的老师做的一些视频呀什么嗯的，比如说嗯我们的，嗯，对呀，对，然后可以听，然后去模仿我们的发音。嗯，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视频是有慢速和快速的。对对对，慢速呢就很适合去用来模就是仿。老师读一遍，然后你跟着一起读一遍，这样就比较好。那如果你一定要去练习，因为其实初级的语法和这个句型，语法的句型是很少的，是很有限的，没有那么多的。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简单的例子啊，那有一个句型是这样的，常常是我，就是一个人，一个主语，然后呢一个动词，然后呢一个名词。比如嗯嗯说我吃面包，嗯嗯嗯我吃包子。那这个句型是固定的，嗯我吃什么？然后你要练习的时候，你就换后面你学过的这个名词。对，比如说我吃馒头，我吃饺子，这样，对，是的。然后我喝什么，然后嗯换不同的饮料啊，然后嗯，水啊什么的。然后呢，对对。我去一个地方，换不同的这个地方去练习。好，那下一个，老师，我想准备 HSK 5级，不过不知道怎么可以准备好。这个其实，关于 HSK 5的备考，我跟丽蓉聊了很多。对对对，我们也在准备一些，就是关于 HSK5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关于它的那些重要的词啊，准备好了，准备出来了，我们打算也给大家出一期关于这个的视频。对，因为我们聊的时候会比较乱嘛，但是嗯我们如果是要给大家拍视频，要把这个方法呈现出来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一下。嗯，对对对。好，那下一个，丽蓉。下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口音的原因，但我发现如果没有字幕，真的很难跟上，所以我不得不打开字幕。另外，我会把这个视频看10遍，直到我理解为止，已订阅。嗯，嗯打开字幕是没有错的。其实学习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汉语里我们有一句话，我们要先学走，然后再学跑。嗯。那走是什么呢？在汉语学习中，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跟着字幕，然后去练习，去重复。那这个熟练以后呢，比如说你把这个视频看10遍，然后呢你理解了，然后你再开始跑。那跑是什么呢？就是把字幕关上，然后呢看看你能不能看懂。嗯，对对对对对，一点一点来嘛。对，是一步一步来，看字幕是没有问题的。嗯，对，我们讲循序渐进的是吧？下一个，我半年前就通过了 HSK4级，开始学5级，就发现词汇真的不一样，在生活中不太常用的词，但是很有用的。嗯。对，HSK 5级的词汇开始变得难了，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不常用到的词，确实是。对，从四级之前确实是我们常在生活中用的，到5级、6级嘛，可有一些其实确实不常用的词，这样其实就是很难记住。嗯是的，然后从 HSK 4开始有一点点，然后呢，从 HSK 5开始有更多的，就是词语辨析，嗯，就是有2个词它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呢，它的用法不一样。对，就开始比较难了。然后我们说同义词嘛，对，是嗯。的。那下一个，丽蓉老师，您的声音听起来很耳熟，好像以前我在听中文课本朗读时听过的，请问您有没有录过课本呢？
其实我私底下有录过一些一些小故事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听过的啊。如果真正的就是中文课本，好像我没有录过，但是会录一些故事啊，这样的。好，那下一个。今天是我第一次看您们的视频，我很喜欢你们的教法，特别有用。我有这个问题，刚开始学汉语，我一直觉得学完 HSK5，我就会说流利的中文，但是我才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一看中文新闻或者看电视剧，我真的看不懂。为了提高要怎么办？谢谢你们，亲爱的老师。因为以前老的 HSK 5和6算是高级的，嗯，那很多人他们会误以为他们学完了 HSK 5或者6，他们的中文就已经非常好了。对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以前的 HSK 5和6，在我们看来，它不算是一个很高的级别。对，所以，如果你考完了 SK 5或者6，你觉得你的中文还不太好，这个是正常的。嗯嗯嗯，还有一个是，有的人学习 HSK 5可能只是为了准备考试，然后呢，你会很少去说它，所以你看得懂和你会说这个是不一样的。我强调过很多次。对，所以说回来，这个口语还是要多练，除了听我们的视频以外，还是要去出去或者多练练，跟人说说话，我觉得有助于提高。嗯，是的，就是你在什么方面下功夫，在什么方面花时间，你就会在什么方面有所提高。简单来说，就像是我们的肌肉，你看视频，看一个人去练肌肉，你自己的肌肉会强壮吗？不会，对不对？对你还是得自己去练，然后才能出来那个肌肉啊。对，是的。然后呢，其实因为很多语言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它的用舌头的技巧是不一样的。我们舌头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你只是看它、听它，并不代表说你的舌头的肌肉就真的能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嗯，所以呢，我们平时还是要多练习，多用我们的舌头去练习。很多时候，你觉得我听得懂，然后我就会说了吗？其实不是的。对，嗯。好，那下一个，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我不小心把朋友的名字基比叫成了，哦，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们告诉我，我说了一个脏话，从那以后，我尴尬的不敢说话了。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挺尴尬的，但是你要想，你是外国人，你不是故意的说的，对不对？对对，因为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别的语言也会有这种问题啊。对，因为有的时候我的英语发音也不是那么好，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嗯嗯嗯每次上课的时候，我教学生一些词，然后呢，我会让他用很短的时间记住这些词，然后我会考他，嗯嗯，然后呢，我把英语的，其实现在我也发不太明白，我说我会 test 你，我会嗯嗯，考你，但是呢，我说成了我会尝尝你 哦 taste 的那个。哦，那也挺有意思的。对，然后其实我当时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开始突然大笑，然后他说：“老师，你真的想尝尝我吗？”这尴尬的事情啊。这个很尴尬，但是这个也没有让我以后不敢说英语，嗯嗯嗯，可能是因为我的脸皮比较厚。有吗？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学一个语言的时候，脸皮就应该厚一点。对，不要太薄，太对，薄了的话，你就觉得不好意思了，然后你就不敢再说了。其实说语言应该是你说错了就错了呗，就嗯继续说，没有问题的。下一个，他说我来自柬埔寨，我老板是北京东北，那可能是北方人啊。嗯说我很难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每句话都带儿，但也有另外的，我的水平很差。嗯，嗯。那他可能说他听不懂他老板说的话，是还有另外的原因。原因是我的水平不太好，他是这个意思。其实你知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也听不懂北京人说话吗？嗯，是这样吗？对，其实就连一个中国人都很难理解，北京人说话有很多嗯，然后我听的时候很吃力，即使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可能如果你听不懂一个中国人说话，可能是跟自己的水平有关系，然后呢，也可能是
因为在中国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口音，嗯。不同的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口音。对，嗯，不同的方言，就是北京有北京方言，然后山东有山东方言。那北京其实也是方言，但是北京话是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对，是啊，的。所以确实是耳朵。其实北京话不止耳朵，北京人说话快，所以不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北京人说话确实特别快，嗯。所以在我听来，我会觉得他们说的不太清楚，所以我很难听懂。嗯，就跟嘴里含着东西似的就说出来了，嗯对，是。嗯好，所以其实经常有学生说，我听得懂你们说话，但是呢，我出去我就听不懂别的中国人说话的，嗯。这样的情况也有。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慢慢的去多练习，然后多听很多人说话，然后这样你也会提高你的汉语水平。嗯是，就比如说，日语，嗯，我很难听懂关西人说话。哦，丽蓉，你们好，我介绍一下，我是学习中文的法国人，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旅游。哦，这个应该是我去中国旅游过很多次，嗯，我非常享受看你们的视频。我很好奇，你教外国人时，更喜欢给哪国人上课？给哪国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欧洲人，但是我很难说我很喜欢给哪国人上课。对，其实更多的是看学生的性格，嗯，不是看他是哪国人。喜欢不喜欢学习，然后喜欢不喜欢说，我们都是看这个。对，是的，其实我更喜欢教不同国家的人。对，因为我常常说啊，虽然我教我的学生汉语，但是呢，我的学生他们也教我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们的文化，然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嗯所以其实我也能从我的学生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不能说我喜欢教哪个国家的人，是我喜欢教哪一类人或者什么样的人。对对嗯。对，那我喜欢教什么样的学生？其实很多人学汉语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口语。那我喜欢教爱说的学生。然后其实教语言的老师应该都这样喜欢啊，都喜欢这种人啊。对，是如果这个学生爱说，那我不用去想很多办法让他说，因为他嗯自然的就在说。嗯嗯嗯但是一个不爱说的学生，我需要花很多精力，我的脑子需要很快速的运转，嗯然后去想，OK，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他什么？嗯。我怎么才能问到他感兴趣的话题，让他说汉语？嗯，对，我倒是有相反的，我就更喜欢那些他开始不太爱学，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很有成就感，然后我让他到最后他是变成一个爱说的学生，然后我觉得哇，这是我的成绩哈，看到一个不爱说的，然后现在对中文很有自信，又开始爱说了，嗯，当然，我也很理解有的人性格就是比较的内向，不喜欢说。对，但是，怎么说呢？没办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想提高你的口语，你就要花时间去练它。嗯。所以呢，我也想鼓励一下比较内向的学生多说，然后鼓起勇气说。对，就像刚才那个文说的，要厚脸皮一点儿。对，对，像我一样厚脸皮，对对对说错了也不要怕。对对对。好，那下一个，我很喜欢丽蓉的笑声。嗯，喜欢我笑啊，嗯那好，以后我多笑笑。嗯，嗯，好，那下一个，下一个他说我是缅甸人，谢谢你们分享缅甸的佛塔。确实我们在缅甸留下了很难忘的回忆。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真的还是会去的。对，然后也谢谢缅甸的学生给我们的留言。嗯，中国的面包总是吃起来甜甜的，感觉快像蛋糕了。但是在西方国家，面包一般不应该是甜的，我觉得它更应该是咸的。咸一点儿的。对，是的，确实是这样的。以前我自己不觉得，因为我习惯了。但是我的学生他们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去中国的一些面包店买面包，因为太嗯嗯甜了。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甜呢？我觉得不甜呐，我们的面包。嗯嗯但是后来我开始自己学做面包以后，我发现我们的面包确实是甜的。好，那下一个，我记得在之前的视频里，文穿过这件带蝴蝶结的红色毛衣，你们两个穿都很合适。哇，观察好仔细呀、对，嗯嗯是的。
好，然后下面应该是一个日本人的留言，他说的是文嗓和丽容嗓，嗓是一个敬语，哦，表示明白了，要尊敬的。表示尊敬的意嗯。思。我目前的烦恼是，我看中国现代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只有20%听得懂，我不知道的表达还有很多。我看你们的视频的时候，让我提高我中文自信。另一方面，我看中国现代的电视剧的时候，让我失去我的中文的自信。哦，他的意思是听我们聊天儿他会很自信，觉得都差不多都听懂，但是一看中国电视剧，就好多听不懂的。因为中国电视剧里面有很多在我们的课本上没有的词汇，嗯哼，然后呢，他们说的语速也特别快。中国电视剧是给中国人看的嘛，所以它的语速是快的。嗯，如果你的汉语已经达到了一个中级往上的水平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多看看中国的电视剧。嗯其实我的日语和我的英语也是这样练出来的。我嗯，们说磨耳朵，而且确实电视剧它可以学到一些很地道的表达，多听，然后我觉得你会越来越有信心。对，就是不要听很多，可能今天就听10分钟，然后这个10分钟内容反复听，然后我觉得会听得懂的。好，那下一个说谈到后悔的事情呢，我后悔我女儿叛逆期时没有更好的对待她。她现在23岁，虽然我们的关系比当时好很多，但是还是有影响。嗯。我觉得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问题。对对对，因为谁都是第一次当父母，谁又能会处理好每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很难。嗯。对，其实我觉得我叛逆期的时候，好像跟我妈妈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但是现在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很好。下一个，他说我真的后悔没有早一点儿学中文，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说中文太难了。他说嗯，最难的语言是对。中文，真的那个时候让我非常害怕，让我感觉不管多努力，我永远都学不会。其实，看到这个留言，我想分享一个学生的故事。嗯前两天有一个学生，他看了我的视频，嗯然后联系我，然后说他想开始跟我学中文。嗯他讲了一下他的故事，他是大概1990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990年开始偷偷的学中文。嗯，偷偷的为什么？对，我也很惊讶，为什么偷偷的学？你想啊90年世界没有很多人了解中国，对对不对？一九对九零年。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也不太好的国家，嗯嗯嗯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学中文是浪费时间。嗯。然后呢，他的父母可能也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去学这样一门那么难的语言。嗯，那个时候他就对中国感兴趣了，是吗？对，然后直啊，到现在他还是对中文非常的感兴趣，哇然后很想学习中国的文化。哇，真好，嗯对，是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我自己也说我后悔没有好好的学日语，但是，我也想告诉大家，只要现在你开始了，就不晚。对，只要开始就不晚，是的，那最后一个，老师，您小时候也有汉服吗？好像没有，长大了发现汉服穿起来很漂亮，那个时候才开始一点儿一点的开始穿汉服。对，可能是嗯这十几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嗯嗯嗯，因对，为很多人觉得穿汉服拍照很漂亮，嗯然后呢，他们会穿汉服去很多名胜古迹嗯拍照。嗯，但是小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不太珍惜自己的文化。对，可能父母也会觉得汉服穿起来很麻烦，洗起来也很麻烦，可能父母也不愿意给我们穿这个汉服吧。对，但是现在确实，你在中国旅游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特别是故宫，然嗯后颐和园，有嗯。很多人穿着古代的衣服在拍照。对对，因为什么叫汉服呢？汉服是我们汉民族的服饰，中国90%以上都是汉族人，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汉族的衣服。啊，是汉族的衣服，我以为对，是汉代的衣服。不是，就是汉民族的衣服。哦，这样，哦，对，那我也学习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其实，除了我们选出来的这些，我们还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留言。嗯谢谢大家花时间跟我们交流，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交流。嗯，对，下次呢，我们还会再找一些时间，然后再读大家的留言。希望你们多多给我们留言啊，是我们的动力。是的，然后呢，也感谢给我们超级感谢的人。对，谢谢你们。是的，好，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吧。好的，好，下期视频见，拜拜。再见。